美空军上将海顿宣称，目前中国军队的各项军事实力已经正在赶超美国。按照目前的美军战略，美军将无力应对中国。因此，美高级智库献策提出新战略应对中国军队。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眼看无法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近日至少有3位美国军队的上将宣称，现在美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无力应对中国。其中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海顿的言论尤为出名。他说，目前中国军队的各项军事实力已经正在赶超美国。之前和解放军的兵棋对抗中，美国惨败。按照目前的美军战略，美军将无力应对中国。针对海顿上将的言论，美高级智库近日发表了一篇如何针对中国军事新型战略的文章。文章认为，目前大规模集结应对中国的远程打击能力战略无疑是有问题的。现在首要考虑的就是美国国防部强调的分布式作战的概念，其次就是加强这些因为分布式作战的概念，防止敌人一锅端的各部队分布的联系和指挥控制，这样可以使美军遭受到大规模打击时，能够比以往的速度反应更快捷、更迅速，从而使美军在短时间内做出更有效的决策。其中就包括机动作战。机动作战被美军认为是能有效地防止解放军对美军进行集群攻击式的化解办法，避免了大量部队美国军事基地受到解放军各式各样的导弹打击。在运动战中，可以使得解放军很难发现美军目标，而且可以对解放军的重要目标进行巡航导弹或者高超音速导弹的精确打击，同时也可以以极小的代价干扰解放军的战略战术计划。机动作战的核心就在于分布式部署兵力和兵力的构成等，比如目前美军服役新型无人舰艇，加上未来服役的护卫舰和滨海战斗舰等小型舰艇，组合在一起可以进行多种多样的作战任务等，随时组合。这些需要充足的通讯链接和统一指挥，这使得这些部队的反应比中国军队的反应还要快速，使得中国军队面临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将直接稀释很大一部分中国军队的打击能力。该智库主要提出了2项的战略转变。第一，航母为核心的新型战斗群。现在美国拥有的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依仗的远程打击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哪怕是在以后也不会过时。但是现在对手的反航母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那么航空母舰新战斗群将由现在的4至5个中队48至60架战斗机进行最外围的防御和反击敌方军事力量的主力，外加4艘驱逐舰以及新加入的3艘护卫舰和无人的护卫舰艇组成，这将加强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整体实力。第二，就是组建综合作战水面舰队，有数艘防空能力强大的宙斯盾级驱逐舰担任舰队主力，还有大量的新型护卫舰。此型舰艇主要专指反潜作战，剩下的滨海战斗舰和无人舰艇负责防空与侦察任务的补位。这些综合作战水面舰队不适用于目前的主要冲突，一般是为了保护海上运输航线或是登陆部队等用途。美智库认为应该组建3个这样的舰队。第三，组建拥有可以搭载海军陆战队的2栖攻击舰队，由1艘大型2栖攻击舰充当2栖作战的绝对主力，另外加3至4艘大型的船坞登陆舰，这些是2栖攻击舰队的绝对主力，可以搭载数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及其装甲车辆。这些舰船的护航工作由海军的导弹驱逐舰和新型护卫舰组成，数量2至4艘不等，负责为舰队提供火力压制防空和反潜等工作。作战时，2栖攻击舰和船坞登陆舰将迅速地把海军陆战队运送到沿海敌对地区进行攻击，作为防御战略的一部分对敌人进行迟滞攻击。但是我国的军事专家认为，这几个战略有个极大的漏洞，就是有一个不存在的预设前提，
中国会主动攻击美国，这一点完全错误的。中国是个负责任、和平崛起的大国，不会主动攻击他国。美方的这一点设想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美方做出出格举动，那么将在我海空军上千架现代化战机和反舰弹道导弹的打击下化为齑粉。虽然美军针对中国军队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进行了分散式部署，但是对我军来说却显得好打了。西太平洋就这么点地方，美军再怎么拆散部队搞分布式部署，都在我方导弹射程之内，因此美方使出浑身解数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更不会扭转战局。